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白鹿3剧连发，从古偶花瓶到巨抛脸女王的演技突围战。2025年的热搜榜上，白鹿的名字不再被颜值争议或演技质疑占据，取而代之的是观众对北上中北漂女孩的共情，和《唐宫奇案》里唐宫女官飒爽英姿的惊叹。从晒得黝黑、戴着牙套的运河女孩夏凤华，到三婚三离、满身破碎感的神女花如月，再到执剑查案、文武双全的疯批女官李佩仪，她以3部截然不同的作品，完成了一次从古偶花瓶到巨抛脸实力派的惊险跃迁。这场突围不仅是个人演艺生涯的转折点，更折射出新生代演员在流量退潮后对表演本质的回归与重塑。北上现实主义自毁式投入，打破古偶花瓶标签，剪去长发，涂抹深色粉底，戴上牙套，白鹿为夏凤华做的毁容式改造，绝非哗众取宠。开拍前3个月，他已搬进运河边的老街区，每天清晨赶早市，跟着渔民学划船，和邻居们挤在巷口吃早饭。这种沉浸让角色从剧本走进了生活。北漂时期的夏凤华，哭戏里没有嚎啕大哭，她蜷在出租屋角落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嘴唇紧抿，直到那句我真的好累脱口而出时，才让压抑的情绪决堤。这种克制反而让观众更揪心。当同龄小花仍在古偶剧里瞪眼甩发时，白鹿选择用自毁式投入证明，流量演员也能演好现实主义，关键在于是否愿意为角色脱一层皮。临江仙古风破碎感拿捏，悲情神女虐哭观众。与北上的市井坚韧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临江仙中的花如月，一个3婚3离、命运多舛的悲情神女。这个角色充满破碎美感，情感线虐心至极。白鹿通过眼神从绝望到释然的微妙转变，精准捕捉了人物内心的挣扎与救赎。花如月的破碎感藏在细节里，比如面对鬼新娘时，她指尖无意识的颤抖；比如回忆往事时，那句我恨过说到一半突然顿住。这些肢体语言比台词更早泄露了角色的伤痕。原来他不是面瘫，是戏太多。花如月的眼神像一汪被揉碎的月光。这些评论印证了白鹿的转型成效。当演员愿意为角色破碎，观众就会为表演心动。唐宫奇案，文武双绝疯批女官，大女主格局封神。即将上线的《唐宫奇案》中，白鹿饰演李佩仪15年前灭门案的幸存者，蛰伏深宫成为内业局侍卫长。这一角色的最大突破在于动作戏全程亲身上阵，雨中连续拍摄12小时打戏，融合敦煌武运与现代格斗技巧的唐刀对决，展现出极具冲击力的飒爽气场。白鹿说，李佩仪不是疯，是痛。她理解这个角色表面是雷厉风行的女官，内核却是灭门案里活下来的孩子，只能用理性武装自己，在深宫里孤独的破局。面对红衣鬼新娘、烛火棺椁等恐怖场景，她的眼神由最初的冷峻戒备，逐步过渡到对受害者的深切悲悯，被央视评价为演绎出盛唐案面的灵魂。唐宫奇案里没有霸道总裁，只有李佩仪手握唐刀，在烛火棺椁前一步步推理。她不需要男主拯救，因为真相就藏在她颤抖的指尖和坚定的眼神里。尽管唐宫奇案无爱情线，但其宣传仍依赖古装美人眼神杀等传统流量话语。部分观众质疑打戏飒爽是真，但造型滤镜依旧厚重，是否算彻底去滤镜？对此，白鹿的回应是：转型非一蹴而就，重要的是方向已变，从被定义走向自我定义。演技进化路径，从流量小花到扛剧女王的蜕变。当同龄人还在古偶剧里打转，白鹿却选了北上和唐宫奇案。
问他为什么，他知笑。观众记不住你一年上几次热搜，但会记住你演过的角色。从北上的生活采风，到唐宫奇案的体能训练与动作排练，白鹿的表演始终围绕真实感展开。他曾坦言，演角色不是装，而是成为。正是这种信念，让他在每一个镜头中都活成了角色本身。